我们同学过2天就要领他爷他奶上三亚了，完今天小聚一下。但是他爷他奶年龄大了，坐不了飞机，只能坐火车。哎呦，我哈尔滨到三亚坐火车，我说哥们，你这趟是压标去了呀？老话说上车饺子下车面，所以这顿必须得有烤包子呀。这包子刚开始馅儿多了，完就使劲往里包，后来觉得馅儿不多了，就加了点洋葱。再后来啊，馅儿里没肉了，我就直接包了俩洋葱馅儿的。完，我们同学含着眼泪跟我说走之前我能不能点2个菜，一个是你给你奶做的肘子烩饭，还有一个是你前老丈人给你做的那个广式给包。真的，就他那个眼神真诚又笃定，我一下没整明白，我说你是要走啊还是要走了？我说咱今天吃的是饭呢还是席呀，哥们儿？我弟说哥你别跟他生气了，你看看我点这俩菜，他点的麻辣拌、剁椒鱼头和酸豆角炒肉末。哎呀，我真是我弟从来就不愿意吃那老爷们吃的东西，你发没发现？这仨得坐4天火车，我都怕这一箱不够啊！来吧，吃香香了，走饭、红肉、山排汤、浇头、碧虾、烤包、藏宝、麻拌、土茄、蒜末。完，这小子说这顿饭还有一个目的，想要走我炖肘子的秘方。我说干啥呀？你要上三亚开饭店去呀？他说不是，主要从来没单独和他爷他奶待半年以上，他也害怕老头老太太吵着，想多一门平事的手艺。今天家里小辈儿的偷摸聚一下，为啥就偷摸呢？因为还有几个吃辅食的，我实在是不会做，所以就没敢喊。完，我买只螃蟹，我说让我哥模仿一下海鲜小哥，这服务也就是亲哥了。妈，要不是他自己吃，我感觉他姜都不带给我放的。完，我弟做了个紫苏牛蛙，他最近天天玩那个召唤神龙，但他玩的和别人玩的还不太一样。别人玩的我看多少都有点变化，他玩这玩意儿吧，怎么说呢？好像是永恒青蛙。完了，趁我姐来之前，我偷摸把芋泥馅调了。他要看着我放这么多炼乳，他一口不带吃的。哎，但你要不告诉他，他吃的可高兴了。然后清炒个虾仁，做个蜂蜜炸鸡，天使还是魔鬼让自己选吧。后来我觉得这样没啥意思，我说这芝士你自己定吧，你看放多少片。好家伙，他放的连面都看不着了。我说你个浓眉大眼的，怎么也投降碳水了呢？他说主要是身边那几个姐们都回老家了，再见面就是3月份了，提前半个月突击一下就行。我姐说吃饭不穿新衣服，怕崩人有点子。但我感觉呀，他他妈就是怕吃太多，把新裤子扣崩开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玉饼、糍粑、风酱鸡、回肉、溜段、青仁。布锅、芋奶、大螃。我今天吧就觉得我姐这个侧脸像谁，但我死活想不起来。再一个，好好观察观察他们。今天吃饭有人往幸福家庭群里发照片了，你们看看这几个人哪个面相像长了100多斤反骨？你俩好 CP 呢？今天更新几个速成菜，看起来不简单，但其实很简单。趴被窝里偷摸学，过年惊艳一下全家啊！先来一个红酒炖牛肉，焯好水，牛肉下点油，下点姜，炒1-2分钟，然后下胡萝卜、洋葱块，简单扒拉扒拉，1小勺的番茄酱，糖盐、黑胡椒碎，炒个底味，放一个切块的柿子和1块黄油，再来大半瓶红酒，珐琅锅炖2小时。出锅之前调着咸淡就完事儿了。红酒选便宜的就行。我这好像是参加我老丈人婚礼顺回来的。再来个椒盐皮皮虾，把扎手地方都搅下，然后撒点玉米淀粉，抖成这个样就行。等油冒烟了，下锅炸1-2分钟，熟了就捞出来，然后让油再烧冒烟，再炸30秒，留非常少的油炒青酱油葱末，把皮皮虾倒回来，就撒很多的椒盐就完事儿了。要是过年家里吃饭人多吧，调的烤鳗鱼也特别入味儿，其他的菜简单配颜色就非常好了。反正我觉得吧，这东西在家就是很方便，过年串门拿着也挺有面子。然后我二大爷最近有几颗牙，情况不太乐观，可能又不行了，我给来了一个口蘑汤，还做了一个蒜蓉龙利鱼。但这菜吧，简单是简单，但有个毛病，就是他妈费饭的。来吧，香香的佛墙、大闸、粑饭、红甲、爆肉、烤鳗、蒜蓉、剁鱼、蘑汤。深粥、红牛、胶皮。完，今天这不都速成菜吗？吃饭也早。我奶说多长时间都没捞着玩了，咱们抓紧娱乐娱乐。你不吱声，你看谁？主食我咋呢？你这嗨，玩赖了这是。我怎么这玩赖了？那你不要玩赖啥？人家到这儿就不吱声了，你。不是，就是他说了，他也没吱声，我也没吱声，你吱声。那他不吱声，你就不要呗。我奶最后10分惜败，又是一个不眠夜呀。
今天发一下肘子教程啊，肘子先去毛焯水，然后这个香料啊，葱姜八角、桂皮香叶、花椒干辣椒，社会人可以再加点白胡椒和小茴香。这碗里的是料酒、酱油、红烧汁儿，还有调味的糖盐鸡精13香。这盐一定要给够啊，要不肘炖不进去味儿。不上气儿的高压锅，水倒到这儿就行，要不废料。煮汤功能1小时，到点给它翻面，再来1小时。然后你看这个时间啊，我又泡了3个小时。你要着急，就炖之前2侧嘎很深的口，就很进滋味了。反以现在的科技手段，想无痛当奶应该有点难，但可以买个肘子体验一下奶的快乐。再说说涮锅底啊，倒点油煸一下五花肉，料酒、酱油、蚝油少来点炒一炒，多倒热水，还有提前泡好的小干螃蟹、干虾仁，开盖小火1个来小时，然后依次下入攥干的酸菜、羊肉片和大虾，然后放一袋这个麻酱，超市2块5一袋，尝着咸淡，这菜也完事儿了。我跟你说，就这俩菜，你们同学来吃完最少给你磕仨，他要不磕你告诉我，我这俩兄弟不忙，这活他俩能接。问我家今天来人多，还整几个硬菜。这广式牛腩煲前天教过了啊，买牛腩买这种肥瘦相间的啊，嘎嘎香。鸡蛋拌饭料汁也打出来了啊，自己可以。说心里话，我们也属于是下手有点重，快他妈给羊嚎秃了，属于是。来吧，锵锵了，蛋饭、磨汤、磨蹄、老肘、牛竹、锅底儿。凉蚝、蒜蚝、鸭蚝，咱们看看我们的好朋友刘某啊，打进屋就挑准一个好位置，他可馋这玩意儿了，吃的跟他妈自助似的。后来给他换了个座都拦不住他吃啊，完挤着他2句，穿衣服摔门走了。我说这么些年哥们儿，你这是干啥？也不是头一次挨说，怎么还撂脸了呢？完他隔了10来分钟回来了，说生蚝有点吃腻住了，买点大米饭吃点主食。我真的，自从他来我家吃饭之后，我现在看我弟可他妈顺眼了。前2天有个哥们给了1只羊，我正愁咋吃呢，我爸贼激动，我爸说烤串儿啊，我爸最馋串了，但我打这才知道他已经半年没吃串了，他老觉着烧烤店羊肉掺假，就这羊只要不是当他面剔的，他就觉着总有刁民想害朕，我惊了，原来人类高度自律的原因居然是惜命啊。这天就在外面吃香，在屋吃就觉着不是那味儿，尤其是这串刚离了炭火时候吃是最香，再加上今天下点小雪，在家还吃出点路边摊的感觉。然后之前不是说过加糖的羊肉串是最好吃的吗？雪天吃这口更香，而且特别方便，因为淡了可以加盐，咸了就直接加点雪吧。这串儿吧，就是中午吃的早餐。为了尊重这只羊，我们打算晚上吃酱羊蝎火锅。这羊蝎让他们剁的，这肉太厚了，我天！这个酱炒完高压锅里一压，下午睡一觉，晚上就能吃了。我爸贼有意思，他过年本命年，从头到脚现在全吃就比较简单了。羊蝎锅已经支上了，然后还有一盘手切羊肉。我哥拌了几个翠绿凉菜，咱也不明白为啥。完中午吧，就吃点肉，没吃主食。我看晚上都挺能造啊。这羊蝎管吃管添，吃的跟自助似的。最后下点面条，吃贼舒服。完雪越下越大，他们说别着急了，打扑克再走吧。打扑克这一块，咱说上我家来了，能没有点主场优势吗？给大舅发微信，121家，看看122家。早上我上市场捡漏去了，卖鱼那老小子着急回家打麻将，这一兜子10块钱给我了，在那儿我也看不出来多少啊。我们回家一到，感觉这小鱼得有100-200条。我哥收拾2个来小时都要掉眼泪了，还整贼腥，拿白酒胡椒面洗的手。后来不由得发出一句感慨，他说给那鱼洗白这个工作太难了。完这些鱼，来点上豆瓣酱，直接给我奶做了一盘酱焖小杂鱼。然后年底了，单位分了不少肉，我把骨棒排骨挑出来了，给我奶做酱骨棒和铁锅炖。今天正好发一下这2个酱料啊，年夜饭可以安排一下子。要不你过年回家躺着啥也不干，跟个蛆似的，你妈用不了大年初1似的给你撵出去。这个是酱骨棒的料啊，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酱料。这些料我酱了4块骨棒。然后你们要记住一个事儿，就教程类的视频看的是料不是量，因为像颜色和口味是要根据你的硬件来调整的。文中提到的硬件大概指的是这几样东西啊。然后这是个非常基础的酱料。铁锅炖的料呢，因为水比较多，再加点盐就可以了。然后像酱焖鱼啊、鱼子这样有点腥的呢，再倒一口白酒就可以了。那酱料嘛，酱还是挺关键。就寻思今年年夜饭来个辣火锅，这红彤彤的还冒热气儿，一家人吃的多舒服呀。完我奶说，只要桌上有那啥，别的菜你爱啥啥。来吧，尝样了，酱鱼、碧虾、松米、铁排鸡、白菜、犀牛羹、墨子、酱蛋、酱骨。完今天上我奶奶吃饭，我看我奶手腕也提高呀，我说你这怎么赶时髦啊？我奶说不是，在家洗线衣劲儿使大了，手拧了一下。他说就赖你穿背心呗，穿什么线衣，冷点能咋的呀？